身后10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当时还没有分开的李小璐跟贾乃亮。剧本肯定是会有的，但是呢，剧本是最 low 的一种行为，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，这就是一场真人秀。我话呢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各位自己品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话着急长得更着急的小王。为什么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来跟大家聊《青春有你2》呢？因为我觉得弄清楚这一款网综的运作逻辑，能够更好的帮助我们小伙伴们去了解这个。算了，其实我就是来蹭热点的。摊牌了。16到17年，我在爱奇艺从事产品工作。当时呢，我所在的部门叫 TP， 全程技术产品中心，不是召唤师技能啊。所以呢，从职能上来说，我跟综艺这边的联系是有，但是不是那么多。为什么我今天敢舔这个大脸说我知道一些内幕呢？在17年参加公司校招培训的时候，我有机会接触到了公司各大内容工作室的导演小伙伴们，他们呢跟我爆了很多综艺的内幕。其二，偶像练习生，也就是《青春有你》的前身，这款节目开播之前，公司曾经组织过20人规模的内部审面会，而我有幸成为了其中一员。当时呢，导演为了征集我们的意见，在现场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节目的设计思路，同时呢，结合当时现场的种种信息与情况，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我，基本上可以判断蔡徐坤可以以一个非常高的排名最终出道。其三呢，就是2017年夏天，我非常的幸运，以一名工作人员的身份去了中国有嘻哈总决赛的现场。当时呢，一整晚我都站在 PG1 的后面，我身后10米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当时还没有分开的李小璐跟贾乃亮。好，牛逼吹的差不多了，非常的神清气爽啊！这一期视频我就结合我个人的经历以及看法，来跟大家一起聊聊屏幕上出现的这些问题，千万不要错过。17年的时候，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3家视频网站分别开始准备101模式的偶像选秀节目。但是我回想一下当时的情况，内地能够拿得出手的偶像团体，基本上10个手指头就能数得过来了。为什么当时这3家视频网站都能够这么自信的把宝压在这个类型上呢？咱们从源头聊起，在2016年的时候发生了2件大事，直接导致后来练习生选秀节目在国内大规模爆发。年初 Produce 101在韩国一经推出，直接窜红。这个商业模式呢，已经经过市场验证了，它是 OK 的。年末呢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广电总局发布了限韩令，那韩国艺人在华发展直接受挫。爱奇艺推出的自制网综《中国有嘻哈》大火呢，也更加推动了3家视频网站在自制综艺这个新战场上的争夺与布局。咱们用优酷举例，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优酷搜索一下，这加个感叹号，你就能看到优酷在这些年里到底做了多少自制网综。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之下呢，路子最野的爱奇艺率先出手，直接把 Produce 101给换皮了，做出来了偶像练习生。虽然呢，爱奇艺是我的老东家，但是呢，我还是要客观的评价一句，像爱奇艺以及国内很多综艺节目这种换皮白嫖的行为，非常值得谴责。偶像练习生播完，大家也都看到结果了，在国内产生了巨大的反响。而作为总冠军的蔡徐坤呢，也通过这个节目成功的跻身了一线偶像的行列。当然呢，后来在 B 站以另一种形式翻红，那就是后话了。在此呢，我还是倡议大家理性一些，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优点跟缺点，存在即合理，我们没有必要揪着一件事没完没了的不放。但是为什么偶像练习生做到第2季的时候，突然改名叫青春有你了呢？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偶像和练习生在内地呢都是不被鼓励的词，节目组呢为了求稳，就把这2个词换掉了，换了2个积极向上的，叫青春有你。它的改名逻辑其实和中国有嘻哈改名叫中国新说唱是一样的。我话呢只能说到这儿了，各位自己品吧。那接下来我们聊一下像青春有你这种综艺，它到底有没有剧本呢？当时呢，我跟这些导演们请教了，他们说剧本肯定是会有的，但是呢，剧本是最 low 的一种行为。你像参加综艺的这些嘉宾，他本身在演戏的时候，他演技都不是那么的好。你现在在综艺上给他一个剧本，让他现场演出那种特别自然的效果，它不现实，对吧？那比较高端的玩法是啥呢？当时他们告诉我了一个词：可预测性冲突。节目组呢，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安排来刺激嘉宾，达到他们想要呈现出的节目效果。举个例子，当时中国有嘻哈很火，大家都知道 PG1 跟盖这2个人一直不对付。节目组如果想让这个节目很有爆点，我们就可以去安排盖跟 PG1 一桌面对面吃火锅。你们在弹幕脑补一下，到底能发生啥？老子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。反正呢，不管怎么猜怎么想，到时候2个人的这个冲突一定会非常的大，节目效果一定能拉满，节目组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这就是可预测性冲突。所以你们在想，牛姐不擅长唱 rap， 但是她每一次都能被分着唱 rap， 这是偶然吗？就当是一场梦，醒了很久，还是很感动。你们节目组并没有给到我心理准备，我在一个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进入了你们准备好的准备中。当然呢，光是节目组事先安排这个东西，并不能保证节目效果一定炸裂。这个时候呢，就需要剪辑同学在断句上啊、效果上啊、镜头上啊做一些小处理，这样节目效果就饱满了。出来的成片，也就是我们在微博热搜上经常能看到的那些小片段、小瓜的。这里呢，我必须得给咱们这个剪辑同学说2句话：天天人家骂孤儿剪辑，人家有爸有妈，别总骂人家孤儿。这帮剪辑小哥真的是背锅侠，因为所有的这些安排呢，基本都是节目组的什么导，你干啥？因为所有的那些剪辑安排基本上都是节目组的导演跟编导安排的，他们只是执行层面的人，但是最终的挨骂的总是他们。还有什么大伙总吐槽什么有些地方迷之剪辑、瞎剪的、瞎叉叉剪什么的，其实那些呢不是他们要瞎叉叉剪，那些东西他如果不剪的话，他真就是效果特别差。就我相信很多人做过视频啊，做视频你那东西你特别素的放出来，真的效果特别差，你只能通过剪辑来弥补本身这个素材效果差的问题。而且像偶像练习生跟青春有你这些节目的剪辑小哥呢，大多数都是外包的，都不是爱奇艺的员工，还得替爱奇艺挨骂，也太惨了。最后呢，
呢，说一说像这种节目他们有没有内定呢？像选手们背后的资本力量这种分析，我看 B 站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分析过了，我也就不多赘述了。咱们今天换一个角度来聊这个问题，就拿《偶像练习生》第1季的蔡徐坤来举例子。当时呢，蔡徐坤一出来，节目组拍完第1期，基本上就以他们的专业水平就能判断蔡徐坤是必火的。你像这么一个有实力、颜值还 OK 这么一个选手，节目组能不把资源倾斜给他吗？能不捧他吗？只要有一个选手成为爆款，那这个节目不就跟着一起火了吗？这就好像呢，咱们去上街逛街的时候，那些服装店，他们总会在门口最显眼的一个位置摆一些他们当季的一些爆款，卖的最好的新品。为什么呢？吸引你进屋。没有这些东西，你不愿意进屋，对吧？你屋里边那些深处的那些地方呢，也会有好看的衣服，质量比较好的。但是呢，你把这些衣服放门口，它能有那么大引流能力吗？对不对？他肯定是得把最好的地方放引流能力最强的那个衣服。所以呢，这个问题就显而易见了。这节目从一开始它就是不公平的。第1期开始，大家的曝光量、大家的资源倾斜就是完全不一样。所以你说这节目有没有内定？那不可能没有。这不光是资本的问题啊，对吧？节目组得为自己考虑啊，他肯定是把最好的那些给他先拿出来。同样的道理，为什么这种节目越来越多的拼人设而不是拼实力？我们要清楚这节目是谁做的。爱奇艺这是什么公司？这是互联网公司。虽然他自己说自己是娱乐公司，但他本质上现在还是互联网公司。互联网公司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基因是什么呢？数据导向，他们都喜欢做数据分析来去做这个行为优化。那数据是不会撒谎的，它不像人可能呢身体上是一套，嘴上又是一套，数据会很明确的告诉公司也好，告诉节目组也好，相比于实力，唱跳的实力，观众更喜欢人格魅力，这就是事实，冷冰冰的事实。所以呢，你会发现选手自己开始塑造自己的人设，节目组呢也去塑造选手的人设，这2种行为总的来说都是去迎合市场，迎合观众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也是大家纠结最多的一个问题，这样的选秀公平吗？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呢，大家可以先在弹幕上回答我一个问题，就在你眼中，青春有你它到底是一个比赛，还是一个大型的真人秀？站在节目组的角度啊，他们的 KPI 就是这个节目的热度、流量。你为了完成这个目标，你怎么做？换成是你的话，你怎么做？肯定是制造话题呀、制造热点呢，让这个东西出圈啊。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饭圈的人，大家对这个什么偶像，对他出不出道不感兴趣，大家感兴趣是啥？感兴趣的是吃瓜，对吧？感兴趣的是这个新星子可不可爱。就我个人而言，其实我现在已经很多年不追星了。我上一次追星十好几年前追少女时代，我为什么能来看这个节目？我不还是在抖音上刷到一个那个虞书欣的哇哦，然后那个谁，那个牛姐的那个诗朗诵，我才能来看这个节目，我来看热闹来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大多数观众都跟我一样，都是来看热闹的。我们都知道这个节目呢是靠咱们大家伙投票来决定节目走势的。那我们投票依据是啥？是选手的实力吗？肯定不是，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喜好。个人喜好跟实力是不划等号的。说到这儿，这个节目它整体的这个公平性已经完全被弱化了，这就不是一个公平的比赛，这就是一场真人秀。那很多小伙伴肯定会觉得爱奇艺太没良心了，做这种垃圾节目，公平性都不讲。但是我说句实在话，假如说我们理想化的做一个节目，绝对公平，不做人设，就拼唱跳 rap， 微博热搜咱也不买了，瓜咱也不卖了，剪辑呢咱好好剪，就真实剪辑，就把这素材给它捋出来。咱先不说公司内部能不能播，咱假设公司内部审核全通过，你这提案就一马平川全过就播。你觉得这东西播出来效果跟这个《青春有你2》现在这个情况来比的话，你觉得流量会比它多吗？所以呢，咱们站在爱奇艺的角度，站在这个《青春有你2》的节目组的角度，咱们去思考一下，谁天生就喜欢挨骂呀？做之前就知道肯定会挨骂，咱也不是受虐狂，为什么要做挨骂的节目？但没办法，我不挨骂，我完成不了 KPI 呀，我工作都得没。这年头这做不好了还得被裁员，有啥办法？那我只能这么做。咱们把这个话题聊得再深入一点，《青春有你2》这个节目，它到底是背离了现实，还是贴近现实？有些时候我看这个节目的时候，我真的感觉它在很多的时候真的很贴近我们现实生活。大多数的人呢，就跟节目里边很多排名靠后的女孩一样，已经非常的努力了，但是你连一个镜头都没有，你连被看到的机会都没有，你非常的努力，想给自己呢争取一个机会，但是呢，你慢慢的发现你自己这么努力了，招来的喜欢还没有人家性格天生带来的喜欢多。终于啊，你靠自己的努力拼得了更大的舞台，拼来了机会，这时候你又发现自己背后的资源又不足了。是，你可以跟我抱怨这游戏不公平，所以呢，不公平又能怎么样呢？虽然呢说出来有那么一点悲观，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到社会里边发现，真的很难能找到一个绝对公平的环境。那你想完这些之后，你再回过头来看这个节目，是不是很现实呢？所以呢，说到这儿，我想啰嗦一句，真心的希望那些刷到这期视频，并且呢还没有高考的，以及准备考研的同学，说一句，一定要努力，别给自己留遗憾。因为呢，以后走到社会上，你很难再找到如此高公平性的一个展示自己的机会了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千万别忘了长按点赞，3连加关注，点赞破1万，我将公开我的 pick 名单。好，伙伴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